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2月6号，星期五。哦，冷，零下9度的北京降温了。看我在哪儿？我在朝阳公园西门刚进来的地方。这是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系列开始的地方。那天就是在这儿开始的，眼泪都吹出来了，太冷了。我坐地铁来的，因为约了朋友跑完步去吃饭。就是从这儿开始，那天雪巨大，然后公园里上午10点多、11点可能刚开始又有工作人员扫雪，就是在这儿。拽的开，我们起跑。一般我的训练日，第一个训练日都安排一个至少是21公里，但是今天21公里不知道行不行。朝阳公园跟我的跑步有很多的缘分。我人生的第一个比赛也是在朝阳公园，是一个这边一个就有好多老外的跑团，就这附近的一个5公里，就在公园里。2015年的2月可能是，也可能是3月，就是那个北京国际长跑节之前。有个坏消息，我这次订的那个公寓，昨天半夜阳台的门坏了，就关不上了。北京多冷啊，给我冻坏了。跟我跟家属，今天起来那嗓子巨疼，疼醒的。这后天有一场马拉松啊，奇遇马拉松大破节要去哦。嘿，如愿了，是不是？Nike 超级稳成，这个是新的广告。我太冷了，耳朵都冻住了。所以奇遇马拉松可以见到大破节了，感谢高师的小伙伴们当时的邀请。明天一早从北京直接飞东京，然后从东京坐1个小时的车到奇遇，住一晚，后天比赛。我现在也不知道是吹的还是干的，因为特冷以后就把空调开到最大了，可能不习惯这个干燥程度了，热风在一吹。我要是生病了就不知道。本来计划的是周日的比赛，先慢慢跑，就做一个渐加速，最后的5公里或者10公里加到我今年的马拉松比赛的目标配速。就比方说我前面30来公里跑4分05，甚至是4分10，然后后面的5公里或者7公里争取能加到今年的目标配速，差不多3分40或者3分40多一点点，3分43吧。之前是这样计划的，到时候看吧。这一趟回来好多时间特极限，因为有好多事儿要处理。春节也有大阪马拉松，春节今年可能就不回来了，也不知道会长他们什么时候去，提前几天。没有时差，可能他们也不会来特早。我估计怎么着过完春节来，大阪马拉松大年初6，破5肯定是在国内破不了了。破5那天又不能吃饺子，因为第2天比赛了。你们看今天的耳机是不是不太一样了？今天带了个新耳机，我们现在去看一看。很多小伙伴运动的时候不喜欢耳朵被塞住的感觉，也觉得不安全，那就可以试试这种不入耳、不伤耳，可以有效保护听力的骨传导耳机。这款南卡 Runner 4运动骨传导耳机有 IP68 的防水等级，在这个防水等级下，冲洗、出汗、游泳甚至潜水都没有问题。我比较看重这个耳机的一点是，它有16个 G 的存储空间，歌就直接放在耳机里。运动的时候可以不依赖手表或者手机蓝牙连接去播放，同时再配备它的防水，游泳的时候就可以听歌了。这款耳机有8个小时的超长续航，跑一场马拉松也绰绰有余，而且支持快充，充电10分钟能听歌2个小时。怎么样？这耳机还不错哈！趁着现在官方有活动，评论区的链接大家考虑一下。
哎，怎么样，小伙伴们？看着还行啊，已经下午了，结束了朝阳公园的画小怪兽的活动。明天就又要离开北京了。北京今天真的好冷啊！这种天气跑步穿衣服，你看我最里边穿了一个那个新的那个柔术大师轻功，然后呢中层穿的是内道那件我在大阪老穿那有绒的那件蓝色，然后对那品牌叫那个型号叫什么我不记得了。然后最外边是轻功那件皮肤衣，品牌叫什么我也不记得了。这脖套差不多得有6、7年前买的了 ，Nike 的一个脖套。现在为了拍摄呢，就只能戴那个有檐的帽子，平常得戴这种护住耳朵的。下边穿的是之前咱们还优惠卖过的菲比特那加厚的压缩裤，这季节没法穿那个弹力怪了，那个不够厚了，我那是标准薄厚的。零下9度，我记得去年春节回来都没有零下9度。那这种天气跑步，我吃过2次亏。今天其实算是半次的，吃过1次半亏。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大阪半马赛前，我热身，我说第一步把脚拧了一下，就这个地方给你们看一下，就这儿。就第一步一踩出去，它突然就跟那筋憋住了似的，但是其实没事儿，不是受伤，就是你这可能太冷了，都团一块儿了。今天一起跑又是，赶紧我就停下了，动了动，哎，感觉没事了。冬天跑步，尤其在天冷的地方的小伙伴们，这2天好像哪都开始降温了。我的体感是，只要一低过零下5度，就不一样了。就零下5度以上吧，还有的时候还能坚持。你要说个位数的温度，基本上就和如果你是比赛，就和春秋没有什么区别。今年真的是忙碌的一年，眼看就快春节了，春节就应该是回不来了。那大阪的全马是22号，大阪全马之前呢，在那边有事儿离不开，这样的话等那边事儿结束，也就马上就春节了。要是再来回一趟呢，感觉就那个时间段的机票啊什么的都特别的不好弄，成本也高。之后3月份就是1个月应该都在外边跑了。今年还有一场100公里，前2天跟大家说了。对，这个季节训练真的不容易。今天额外跟大家分享个小心得吧，就是早晨起来和训练营的小伙伴们一起聊天儿，有小伙伴就说：“哎，原来也跑300、400、400、500公里1个月，这次咱们一起练也跑400、500公里1个月，感觉进步了。”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有的时候强度的增加是顺其自，就不明显的。就是你以前觉得，哎，我也跑挺累的，现在也觉得跑挺累。我跟他讲，我说并不是我们有多了不起，而是这个道理，其实我也是这1、2年才明白。就是你看到了更强的人怎么练，你知道，哎，这世界上还能这么练。因为你光听说运动员们的传奇故事没用，你得知道他是怎么练的，或者说就算你知道他是怎么练的，4、5年前、5、6年前，吉普乔格的跑团拍过好多纪录片儿。你知道他是怎么练的，可能也不一定就能那么练。你觉得他跟你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个频道的意义，中午的时候和朋友们聊，也在分享，就是因为咱们这个频道的意义在于，可能我能跟大家分享的事情都不新鲜，大家一听，哎，觉得也可以试试。你可以是带着相信的态度试，也可以是带着批判的态度试，但是都可以试试。我觉得这样就特别好。我也希望身边有这种朋友，一起能够探讨，一起探讨，一起进步，各自看到各自的优点，各自发现各自的可能在别人眼里看起来还可以进步的方向。我就特别对。这次回来训练练的少，因为忙各种事情，再加上时间什么的，所以跑量变少。这月到现在还不到100公里，这个不太行，确实不太行。周末这个比赛算是个长距离吧，我尽量保证没问题。到现在感觉好像还好，应该没事儿，尽量保持没问题。
之后这次的比赛之后，应该是周一的晚上就回大阪回家。距离大阪马拉松就还有不到2周了，最后这2周就好好调整一下，到时候咱们每天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2周是怎么调整的。我这个从早晨一直开到现在，有一段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关着，还可以。那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